我这个人吧，最讨厌的就是堆叠食材。今天阿伟说想吃汉堡，还拿了张照片给我看。你别说啊，这个羊包子一般人还真不太好做。不过到了我这儿嘛，哎呀，玩呗。先泡一杯咖啡，舒缓一下心情，准备干活。千挑万选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5公分这么薄的优选牛肋排。毕竟我也不想把食材堆得太高，对吧？上部的筋膜剃掉，下部的筋膜我建议保留，不然骨头会失去支撑，太容易脱落了。红糖、芹菜籽粉、肉桂、咖啡粉、黑胡椒、红甜椒粉、孜然粉、海盐。这次猜到咖啡是用来腌肉的小伙伴们啊，弹幕打1。我的肋排2公斤重，用200毫升的咖啡就差不多了。2茶匙的孜然粉跟咖啡搅拌一下，倒进自封袋里。最后呢，再把牛肋排放进去，跟孜然咖啡充分接触之后腌制1个小时。用厨房纸擦去表面多余的水分，不要太干，影响调料的附着。把剩下的香料混合起来呢，均匀的撒在肋排包括背面的每一个平面上。这是我跟朋友一起研发的全自动便携式颗粒慢烤烟熏炉的原型机，这名字一听就很厉害，对吧？那今天呢，刚好拿来测试一下慢烤牛肋排的性能参数。好不容易淘换来一点橡木颗粒，这次也全都用上了啊。橡木的烟熏味道相对于绿芝木来说稍微柔和一些，适合我这次汉堡的做法。250华氏度，也就是120摄氏度，先慢烤3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刚好用来做汉堡面包。500克面粉，30克白糖，10克肉桂，15克酵母，40克黄油，10克盐，还有240毫升水。不过在和面之前我打算先给面粉加一道工序，没错，就是烟熏。烟熏30分钟的面粉，眼尖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已经微微发黄了啊，闻起来呢也有明显的烟熏味道。把前面说到的配料跟面粉混合，加上2个鸡蛋，除湿机低档在中档搅拌3到4分钟。面团揉成圆形，盆里喷上橄榄油，盖上盖子，醒发2个小时。阿伟照片里汉堡的下层是肉饼，这有啥好吃的呀？改成伊比利亚猪排。猪肋排的筋膜可要撕掉了啊，便于脱骨。因为这次的猪肋排不是慢烤的，所以要先用黑胡椒、海盐、红甜椒粉腌制30分钟。老规矩，牛油炼油，猪肋排下锅煎出焦化层，千万别煎过了啊，1成熟就行了。蔬菜变个魔术，平铺锅底。上期有人说喜欢龙舌兰，安排了啊，1键3连，你们不得给我安排上？肋排归位，盖上锅盖，烤箱180度，烤90分钟。醒发完的面团是800多克，那你想牛肋排都这么大了，汉堡面包的肯定小不了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分成4份，每份200克，应该足够大了吧？铺上烘焙纸，刷上橄榄油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醒发，时间1个小时。肋排用这种连蒸带烤的方式，收缩率比慢烤会低一些，熟化的速度呢却高2倍。把做好的肋排包进锡纸，保温静置。你看，虽然只有1个半小时，但是也可以达到脱骨的效果。这个时候，牛肋排刚好烤了3个小时，拿出来包进涂肤纸里。涂肤纸和锡纸的区别是，涂肤纸有一定的透气性，在烤制的过程中不会影响烤肉的脆壳，但是在静置的过程中呢，油脂浸透外层纸后又会隔绝空气，那适合牛肉类的慢烤。烤炉温度提高到275华氏度、135摄氏度，继续加热肋排到93摄氏度就可以了。之后呢，记得静置30分钟。2次醒发的汉堡坯刷上蛋液，你看这个汉堡像不像月球表面？没错，配合牛肋排就是要这种狂野的感觉。这个666黑巧克力世涛，个人感觉不是一般的难喝，喝过的兄弟们，弹幕扣个666啊！奇怪的是吧，这东西做成酱汁真的是一绝啊！拿个漏勺把做猪肋排剩下的汤汁过滤出来，大概400毫升，全部混合进刚才的666啤酒。接着适量加入剩下的猪肋排腌料、花椒粉、迷迭香、蜂蜜，小火慢慢收至浓稠。这个时候加一点海盐调味，大概就是这种挂勺的状态吧。把锅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，融入20克黄油，666黑巧克力世涛汉堡酱完成。这款汉堡酱单独吃味道很奇特，你不会觉得它很好吃，但是当它配上面包的时候，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。估计是面粉冷熏的时间太短了，烤好的面包有很浓的肉桂香气，烟熏味我倒是闻不出来了。表皮是脆的，但是里面的质地呢很扎实，反正自己做的东西嘛，就是要实实在在的，对吧？
牛肋排的脆核呢，我是非常满意的，烟熏风味和软嫩度也达到了我的预期吧。本次测试呢成功。那最后把猪肋排去骨，终于我们可以组装汉堡了。吃这么大的汉堡面包，说实话真的挺麻烦的。那一个是你不知道从哪下嘴，再就是呢，你吃相实在是不可能有多好看啊。不过这个汉堡不得不说，真的是这段时间我吃过的最满意的食物之一了。那刚烤出来不久的汉堡面包，表皮酥脆，内里是绵软的。牛肋排的烟熏风味搭配丰富的油脂和明胶化的筋膜，再加上厚重的牛肉口感跟焦糖化的炒洋葱，会持续刺激你的味蕾。那猪肋排相比牛肋排口感会更加细嫩。香气在牛肉味逐渐从口腔中散去后才能会被感受到，但是要说猪肋排最大的作用啊，我感觉就是提升满足感，毕竟是肉啊，同志们，那是生菜叶子能比的吗？满嘴流油啊！老瑞牌666汉堡酱带有微微的可可味，有点甜又有点咸，把所有食材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一起，值得你的信赖。别的不说啊，你们看我的表情也能猜个8、9不离10了吧？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小伙伴一定要自己尝试一下呀。好像这个汉堡是我们阿伟预定的。